台湾的统一发票。现代社会里，每天都有无数的买卖行为发生。大部分的政府会在每一笔交易中收取税金。这个税的名字可能是销售税，例如在美国 Sales Tax， 也可能叫做消费税，例如在日本 消費税，也可能是价值税 VAT， 例如在欧洲或是中国大陆、台湾。这种税有些是内含，也就是买东西的时候看到的价格已经包含税在里面。有些则是外加，也就是买东西的时候除了售价还要再另外加上税。这个税许多国家是在消费者买东西的时候才收。消费者简单来说就是买东西或是使用服务的人，其实也就是你我。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，政府怎么知道有这笔交易发生呢？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商家给客户开收据，然后送一份收据的副本给政府。商家是指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个人或组织，可能是店铺、在线电商。收据是指卖方在买卖完成后向买方开立的证明文件，证明卖方已经收到钱。台湾政府将这个收据叫做发票，意思是记录发出货物的票。在1950年开始了统一发票制度。制度这里指的是团体里制定的规则系统或办事方法，大家都要照着做。统一发票，这里的统一跟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统一独立话题没有关系。这个统一是指统一管理，也就是全国的发票都用同一套系统管理。这是早期的手写式的统一发票。政府有了发票，就可以知道相关的买卖跟商家收取税金。可是问题又来了，商家如果卖东西的时候不开发票，政府就收不到税。所以必须鼓励消费者买东西的时候跟商家要求发票。但是该怎么做呢？台湾的答案是让统一发票可以抽奖。抽奖，这是指透过随机抽签的方式，从参加者中选出得奖者，并且赠送奖品或奖金的活动。也就是政府从收到的税金中拿出一小部分当成奖金，让大家抽奖。这就好像你每次买东西都可以得到免费玩乐透的机会。那么奖金有多少呢？中奖率有多高呢？因为是政府统一管理，每张统一发票都有一个不同的8位数的号码，每个月会抽出特别奖、头奖等几组8位数字。如果发票的8位数字与特别奖的号码完全相同，可以得到1000万新台币。万
中文里说到较大数字的时候，这是最常用的单位，它是1的后面4个0。这与说英文的时候经常用千、1000非常不同。台湾的货币叫做新台币，简称台币 NT Dollar。美金1元大概是台币30元，所以最高的奖金大约是30万美金。比较小的奖有台币200万、20万、4万、1万、4000等等。最小的奖是发票号码与头奖号码的最后3个数字相同，可得第6奖台币200元，也就是美金6元左右。如果跟头奖号码最后4位数字相同，可以得到第5奖台币1000元，大约美金30元。中奖率如何呢？平均每1000张发票大概有3到5张会中第6奖200元。台湾2300万人口，每个月大概产生7到8亿张统一发票。亿，英文数字每1000倍就是1000，有个名字，像 thousand、million、billion。中文则是每10000倍就是1000，4个0，有个名字。例如1000叫做万，那么10000个万就是亿，等于100个 million， 就是1的后面有8个0。每个月中奖的发票可以达到几百万张，也就是中奖率在千分之几。一般欧美国家的乐透中奖率可能比被闪电打到的可能还小。统一发票虽然中奖金额不多，但是中奖完全可能。于是统一发票开奖的时候，兑奖成了全民运动。开奖是指抽奖性质的活动中确定并且公开得奖号码或名单的过程。兑奖比对彩票或发票号码是否符合中奖号码或条件，确认是否中奖。全民运动本来是指所有人都喜欢的运动，这里是指大家都一起参与的活动，是个带点幽默的说法。统一发票每2个月开奖一次，开奖过程在电视立即转播。台湾人不论在百货公司买2万元的东西，或是在 7-Eleven 花20元买杯饮料，都可以拿到一张统一发票。开奖的时候，大部分人手上一定有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统一发票可以兑奖。2个月一次的统一发票兑奖，成了台湾人生活中的小小乐趣。有些商店会放个盒子，让顾客把统一发票捐给慈善机构。因此，消费者除了玩免费的乐透，也有了一个做善事的选项。有些慈善机构每年甚至可以因此收到几千万张发票。如此一来，大家买东西的时候自然会去索取统一发票，政府也因此稳定地收到税金。
1996年中，曾经有谣言说政府要缩减统一发票的奖金。当时有个笑话是，不，这可不行，这比中共打飞弹更严重。事实上，奖金没有缩减，只是取消了很少人参加的通讯抽奖，也就是寄明信片参加。大家继续享受着这2个月一次的小确幸。小确幸，这是近年来流行的词汇，意思是日常生活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与满足，来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散文。1990年代以后，像这样用收银机打印的统一发票渐渐普及。不变的是每张发票的8位数号码。2000年代起，电子商务渐渐流行，许多交易过程中开始使用不需要印出来的电子发票。从此以后，消费者拿到的其实是电子发票的证明，除了可以兑奖的号码，还有 QR 码可以查交易细节。2012年，政府推出了电子发票载具这个新服务。载具这个科技名词从此进入了台湾人的日常生活。载具 carrier 就是承载某种东西的工具。这里说的载具其实是个个人电子户头，它用来承载或者说储存一种新形式的统一发票，也就是云端发票。现代中文里的云端就是英文的 cloud， 网络上的储存空间。云端发票就是直接存在云端的电子发票。有载具的人会有一个代表载具的条码，一般人会放在手机里，或是印出来贴在手机后面。买东西付账的时候，你可以秀出个人载具的条码，店员扫一下，电子发票就进了你的载具账户。此外，这个词的发音也得说一下，正确的发音本来是载具，但是鸡飞城市，在台湾几乎所有人现在都读成第3声载具。鸡飞城市是指错误长期累积，因为大家习惯了，久了就反而把错的当成是对的。电子发票和载具大大节省了统一发票用的纸张，可是却意外减少了台湾人几十年来的一个乐趣。因为个人载具账户还有自动兑奖的功能，如果中奖，奖金更可以自动存入银行账户。如此一来，收集一大堆统一发票，看着报纸的中奖号码一张一张兑奖，这样的日子过去了。虽然好像少了一点乐趣，但是政府为了鼓励大家使用云端发票，增加了几百万组云端发票特别奖500元，中奖机会更高了。纸本的发票没有了，那么还可以捐赠发票给慈善机构吗？可以，每个慈善机构有个爱心码，例如告诉店员发票捐给228，就可以把发票捐给这个爱心码代表的慈善机构。您如果到台湾旅行，听到店员问有载具吗？可以回答没有，请帮我捐发票，谢谢。
这就是台湾统一发票的故事，是不是个很有创意的制度呢？今天的 podcast 就说到这里，欢迎您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也欢迎留言分享您的意见与经验，以及有兴趣的话题。我们下次再会。